微博了。哇，乡村也牛，你都要填啊，你的收入是多少？我说 no，I will do it myself。他说 no，真实感好像只有马来西亚人懂，你把人钱摆第一，主义的游戏。可是赚钱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些问题，马来西亚不会变得这么包容。你觉得他在这里感受不到吗？首先作为外人，你要感受什么？就感受不到这种紧张和压力吗？比较少。就是我觉得首先是，他给你一个自由的限度。我举个例子，我在去新加坡的前一天，正好去 Downtown Mid Valley 办事情。办事是我们停车停在 Mid Valley 底层商场里面的，是对。然后那个写字楼是要穿过 Mid Valley，我当时是有一点紧张，然后我怕我自己从下面找不到这个办公室。但是呢，我从停车场出来之后就很顺利。这个招牌一路上面。你完全可以看得到，你跟着招牌走，你就可以走到那个 Mid Valley 旁边的写字楼，很顺利。我都没有问任何人，我是一个社恐，就非必要我不会求助，我就能够走到。但是我就想到同样的事情，我只是从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想从我出门的地方走到地铁站400米，我就是非常恐惧，我用 Google Map 都导不到。然后碰到这个路人，我也不好意思去问，最好是求助我的朋友，他已经在地铁站，然后告诉我怎么走。我也发现有2点可以印证啊，一个就是在马来西亚所有的停车场，基本有可能你从入口找商场是比较难，但你要找出口一点都不难，你总归是顺着这个 Keluar 走，一定能够走到出口，而且很方便。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城市的容错率，就你讲的容错力啊，还是很大的，你稍微有一点点 off the range 没有太大关系。你就像我们在 Suria KLCC 这个地方，居然路边也能停车旁边人家临时，我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上海再偏的地方的马路旁，你如果乱停车的话，3分钟那个探头就会照到你，因为他转3圈，第3圈照到你，还在那里的话，马上电子罚单几秒钟就来了。就我很害怕，但我觉得马来西亚就会让你生活的感觉更加自由，更加不那么担心怕那个犯错，和乡村野妞相处就可能。对，还有个例子我因为跟新加坡的朋友吃饭，他们是新加坡已经退休了，我这个朋友，然后他们跟我讲了一点，我觉得特别惊讶，因为马上下个月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国庆了嘛。是。他们政府规制到就是要井井有条的地步呢，是说你每一家可以挂国旗的位置是在家里的什么方向，就是什么位置，都给你做好了，然后那个尺寸。甚至就是说你挂国旗的时间也给你定好了，我就想哇，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因为你知道到什么时间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以什么样一个方式去做，你知道不出错的那些 protocol 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用费心去多想。对就我看很多美剧，现在看很多科幻片都是类似这样的，就一切东西都是有一个大政府，有一些的规范、规矩、规定都帮你标定好了。对，但是新加坡它毕竟是一个，因为我也见了一个在新加坡发展的马来西亚人，他是18岁，可能大学在英国念完之后就一直在马来西亚做律师，在新加坡做律师。那我就问他说 Why Singapore？ 他跟我讲了几点理由。第一个，他从小都是觉得说新加坡是一个 Asia Hub，它会有很多的机会，对吗？包括现在最近大家都可以看到，资本都往那边去流了。然后第二个，他就跟我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大学 Young Graduates 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工资可能都是2000块当地货币。他说你在马来西亚2000令吉的收入，然后你去买一只鸡，可能要花30几块马币，但是你在新加坡2000新币的收入，你买一只鸡就是7块8块。你的这个 buying power 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吸引着很多的人，哪怕是马来西亚人也会愿意去到那边去发展。是啊，对，我看那个启聪崔水堂讲的也是这样，就差不多差3倍嘛。所以你跑到最终这个终点，大家选就是 OK， 我留在这边成为新加坡的国民，还是说我回到马来西亚，我退休回来，虽然一个享受了3倍的购买力，一个呢回来我可以享受他们更喜欢的生活。我相信大部分人如果他解决了生活的问题他没有特别希望生活在更加发达的地方的话，有些人会 enjoy 回到马来西亚退休的生活。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将来怎么打算？他说希望将来退休和他的先生就回到偏南去退休。大家都是。那我想也来问你我也会讲我的答案。就如果我们未来有了足够的钱，我不担心购买力不担心经济状况的话，你2个选择，新加坡这个大家闺秀，还是马来西亚乡村野妞？你想跟谁相处未来？我觉得可能就还是马来西亚吧，没有什么，我也是，没有什么改变了。对，我也是。你怎么想呢？我觉得，但那么精致的生活不好吗？更强的购买力不好吗？这不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吗？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非常认同，我也很感恩。在去来马来西亚之前，我们有一次一块在车里面跟我们孩子一块听了一个对马来西亚作家叫李子书的一个梁文道对他的专访。李宝人。这里面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就讲到他写了一本最近这几年非常畅销的一个小说叫《流俗地》。它里面谈到一个观点，他觉得这个创作是非常痛苦的。这个痛苦是在于说，他要去压抑住，拼命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去炫技，文字上炫技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话，就让我感受到不需要去炫耀，你就是脚踏实地的去生活。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给我的感受是，他们不会去炫耀说物质或怎么样。对，他会告诉你说，哎，其实你只要满足需求就可以。我很享受这种。我在猜是不是马来西亚人其实也会有一些喜欢去炫耀自己这种物质上成就的这些人，但是他们可能是不是对外人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压抑住了这种炫耀的本能。但是我在新加坡的话，我就能够感受到一种紧张，就是因为外面对你的这个衡量标准，你就是需要去用这些金钱。然后你向外去展示你的 competency， 在这个金钱的这个程度上面，我没有这个定力，我觉得我也不想去再卷入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我想要一个追求一个自然的，我挣多少，然后我就是那样的生活。对，这是跟乡村野牛相处的这种真实感，而且我觉得这种真实感好像只有马来西亚人懂。南大马人他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生活很好，我爱我的国家，我很 enjoy 这里的生活。这种真实感，你告诉我，好像连新加坡人都不懂，他还是觉得马来西亚不够发达啦，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啦。他不，那我有两个词，我们跳到我脑海里的，我最白音的就是 life quality。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自由 freedom of 偏离你原先的轨道。我想到你不是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吗？他以前也是做现在也是他正职是做这种半导体工程师，但是你跟我说他有2年是辞职，然后开了一个冰淇淋店，对吗？其实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你总是觉得。对，你们有觉得这种生活是很有趣的吗？就是说你偏离你自己既定的轨道，你放弃你自己的专业，但是anyway， 你失败了，你可以再回来，但是至少你是一个曾经投资过冰淇淋店的半导体人。在大马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更加愿意躺平，有好有坏，也带来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总体的态度，就像我们一个观众留言说的，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我就 enjoy 这样的一个来之不易的几代人拼搏下来的一个生活和观念。我觉得特别 appreciate， 就只有大马人懂，还有少部分像我们这样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会了解。我也是这样想，我回答我的这个正题，我也如果即便有足够的钱，我也想生活在马来西亚。为什么呢？就是从 life quality 的角度来说，就很多的 happiness， 很多人跟人相处带来的快乐。因为你赚的钱 OK， 可是赚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服务生活呀。我觉得我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跟家庭的相处和人的交道。人就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我跟这些人相处，我跟家庭在一起的时候带给我所有的快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要靠钱才能带来？我觉得不是，是不是要靠精致的这个建筑良好的规范带来？也不全是，他们只是一个托底，有就及格了 ，qualify 了。然后我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是我最感恩、最感激的。对，所以我即便有足够的钱，我觉得还是生活在马来西亚。对，我也想说，我另外一个这次在新加坡的体验就是说，你感觉到了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做他的工作之后，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这怎么说？对，很有趣。我有一天早上也是下雨，然后我打完车，我呢就在酒店的大堂等车。我呢已经叫好了 Grab， 所以我就拎着我比较重的包放在那个大堂。它大堂有一张非常大，我估计这个目视直径大概有2米多的一个大桌子。大桌子就放在这个大堂的当中，那我就把我的包放在大堂当中，然后我就在看我的 track， 我手机上 Grab 这个车在哪里。刚刚站了不到1分钟，好，然后前台的一个小姐走过来说 ，Man, do you want to order a taxi？ 我想她可能是好心，但是我立刻就感受到一种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站在这里，因为可能你把包放在这个大桌子上面，2米宽的2米直径的大桌上面，是个有碍观瞻的行为，我是不是站错地方了？所以我就非常知趣的立刻把我很重的包 pack 好，我人就走到了大堂外面的门口，就等待那个车。那天是下大雨，然后那个刚刚站定不到大概3-4秒，一个门童就跑过来跟我说：“小姐，你有没有 order taxi？” 我立刻感受到了，就是说我也知道他要来帮我，但是我立刻就想，是不是我站的地方又不对了？然后一看，好像果然是我站的不是 taxi 这个 waiting area， 我可能是站在了一个 smoking point。我就立刻又拎着我很重的包，立刻就换位置又走过去。就是你感觉这2个人是有服务意识的，他把他自己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是对我一个客人来说的话，我感到是一个被驱赶。我一点都不 enjoy。对。Like a boy in the China shop，
对，我觉得我怎么都不对，我花了钱，但是我知道他是服务对的，但是我知道我错了。这好有意思啊，因为就像有些人他的工作只要用心就好。你觉得这哪里不对？我觉得就是你纯的全部都是规范，就像我们在企业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只有文化不够强的时候，你才会需要大量的规矩。红绿灯、摄像头，就企业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条文 SOP 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才会做。但是你碰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 silo 的时候，你碰到各种 confrontation 的时候，人就犯错，人就不高效。那文化就是在这些规矩的点滴当中去做一些填补，他去 fail 到这些里面，他可以自然把事情做对。你带着这种好的用心，你仔细去做，还是可以。比方说，我没那么多规矩，但是我知道你客人需要帮助。我知道你在这里是需要休息，他可以体谅你、容忍你。可能客人正需要的是这种感受。哎，对对对，我想到我到那个酒店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被冷漠对待了很久。到了酒店门后，我们都是自己从那个出租车后面把这个行李提下来嘛。哦，这边很吓人的，不，这边新加坡很吓人的。我刚刚那个就是出租车到了门口停下来，哇塞，门童过来帮我开门，然后跟我说，Man, I will be helping you carrying out your luggage。我说啊，好紧张啊！我说 No, I will do it myself。他说 No, you sit here, I will do it。就是你感觉他一定要帮我，但是我说好吧，我心里就想默默的想把钱准备好，要给他小费的感受。No, come on, I don't enjoy it。他肯定看到你又做错了，就是他看到这个脑子那个红灯叮叮叮叮就开始亮了，就说 error， 然后赶快。对，但是 anyway 我 struggle 了一番，最后没有给他小费，因为我一点都不享受这个。非常 interesting。对。还喜欢马来西亚的生活，非常喜欢，所以那边度日如年啊，就天天康定啊什么的，回来。那你下次去肯定还会要苦就。对，下次就是明天嘛。我现在已经 emo 了。大家闺秀有大，就是乡村野妞可能有乡村野妞的问题，她没有好好化妆啦，她也不懂这么多怎么跟这些高档人打交道啊。但是 welcome you here。对，她知道最基本的做人的。但是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就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乡村野妞她有这么大的一片地方，它有这么好的人和资源，怎么它就没有发展成一个更强大的社会？我就觉得，我深深的觉得，很强大，它有这个潜质。我觉得它一定未来可期。我就是有深深的这种信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马来西亚一定有很大的发展了，因为即便过去60年，它也发展成这样是不容易的。它有3大种族的问题，它虽然资源很好，但是它能发展到这里，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当然，大家会看到很多问题，说巴拉巴拉上面怎么样，我觉得要给到一点时间了。第二呢，我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就没有3大种族，没有这些大家发生的一些问题，马来西亚不会变得这么包容，华人也不可能这么倾力去争取到现在的位置，他可能就等着了，就单一民族未必那么好嘛。我觉得也要看到他反而逆向带给马来西亚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包容，这样的一个如今社会的。这种底色吧，我觉得也要看到。对，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我非常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和这样的乡村野妞相处。对啊，是啊，就你生活还是需要点想象力，然后你把一切都管得太紧的时候，其实人就失去了这种 creativity daydreaming 的能力嘛。就像我有一次听那个 HBR 那个什么一个科学家就是在讲创造力，他就是在讲说，为了要有创造力，人不能太忙。要有 daydreaming， 对呀，你 daydreaming 之后，你想出的那些 story， 然后你再去把它看看能不能在现实当中这边来实现。对，我还没有看快乐星球指数啊，我知道马来西亚是很高的，那不知道新加坡人，但昨天看到一个 BBK 的数据，就是说，即便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调查，29%的新加坡人打算要移民他国。马来西亚会这么高吗？我觉得一定不会。是。对，我也有跟新加坡朋友聊天了，他比我可能长大概1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是个女士。她讲，其实在她那一辈来说的话，生孩子大家都不太愿意生了，出生率也很低。像她就是一个丁克，她不要孩子。所以首先是她那个年代的人已经有做出不愿意生孩子这个意愿，然后即使有生孩子，大部分选择是一个孩子。其实跟我们中国社会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是你看这边马来西亚的人，我感觉我们认识的朋友好像都是多孩家庭啊。这也也说明一个问题嘛。他们可能是为了强大华社。那也很有这种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这个意识嘛。对。OK， 好，就这样吧。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最近我有想法我甚至我本来是坚定的。对。我是真的 seriously 我考虑过，我觉得我40岁的年龄也不算太大。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从来了这边以后开始想的。其实我很想再去体会一次孕育这个生命，然后让这个生命在成长。我真的要 reborn 了。对。对。好，努力赚钱。Enjoy life. OK， Thank you。拜拜。拜拜。